春日园中尸骸藏，分尸手法显阴凉。精英命丧因何故？替身或是误猖狂。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1994年春日的东京，一宗令人窒息的分尸案正以最骇人的方式展开。27个黑色塑料袋散落在东京最优雅的公共公园里，里面装着的是一具被肢解成碎块的人类遗体，每一块尸体都被精心处理过，切口平整如机器加工，血液被完全抽干。犯罪现场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专业感。死者是一位35岁的建筑师，为人正直，深受好评。他究竟做了什么，要遭受如此残忍的对待？21年后，一个人站了出来，他说死者可能是被人错认成了自己。这个迟到的证言会是揭开真相的关键吗？今天让我们走进这起令人窒息的悬案。1994年4月23日上午，东京景之头恩赐公园里春意盎然，游人如织。就在这个平和的周末清晨，一位清洁工女性在露天舞台旁的垃圾集中处意外打开了一个令她终生难忘的塑料袋，一具白骨森森的人类脚踝赫然出现在她眼前，刺耳的尖叫打破了公园的宁静。警方接到报警后，平静的公园顿时陷入混乱，大量警察赶到现场。经过搜查，在露天舞台周边的7个垃圾箱中，总共发现了27个装有人体残肢的塑料袋，尸体被切割得像拼图一样支离破碎，手脚、躯干等被切成约20厘米大小的碎块，用黑色沥水袋和半透明袋双重包裹，并用渔夫常用的特殊方式紧紧捆绑。现场遗体的状况反映出犯罪行为的异常性，尸体中的血液被完全抽干，犯罪手法周密而冷酷，让人联想到肉品加工厂的工作台。警方封锁了整个公园，开始大规模搜索。然而，既没有发现凶器，也没有找到任何可能指向犯人的线索，调查陷入了困境。究竟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实施了如此残忍的犯罪？在发现的部分遗体上，有些没有留下指纹，但是警方没有放弃，通过运用最新技术进行 DNA 鉴定，终于查明了受害者的身份。受害者是住在离公园不远处的1级建筑师川村诚一，时年35岁。一个被家人和朋友所爱，对工作充满自豪的人，为什么会卷入如此残暴的事件之中？在确认了受害者川村诚一的身份后，警方展开了全面调查。然而，调查举步维艰，谜团却越来越深。首先让调查人员感到困惑的是尸体的切割方式。被切成27块的尸体，都是用电锯之类的锋利刀具切割的，切割面整齐的就像是经过机器处理一样。此外，尸体中的血液被完全抽干的事实也让调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处理大量血液需要相应的设备和时间，以及医学知识。基于这些情况，警方推测这起犯罪很可能不是一个人所为，而是由多人精心策划并执行的。警方从川村的人际关系、工作关系、金钱纠纷等各个角度展开调查，但是并未发现任何可能招致怨恨的矛盾或可疑人物。据相关人士陆续证实，川村作为建筑师工作认真负责，深受周围人的信任，并不是会招人记恨的人。另外，由于川村在案发前几天就已失踪，警方详细调查了这段时间他的行踪，但是并未发现明显的外出记录或可疑接触，也没有获得任何可能成为案件线索的信息。在调查陷入僵局之际，警方通过媒体呼吁民众提供案件相关信息。随后，有人爆料称，在案发当天目击到一名与川村相似的男子正在与2名男子发生口角，还有人称听到了很大的响声。然而，这些信息大多零散，未能获得直接指向犯人的决定性信息。为什么川村要以如此残忍的方式被杀害？凶手是谁？作案动机又是什么？留下众多谜团的调查就这样进入了持久战。
在调查陷入困境的同时，井之头公园分尸杀人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各种猜测纷纷涌现。从这起作案手法极其残忍的犯罪来看，人们怀疑可能是出于怨恨的犯罪，或是以金钱为目的的绑架杀人，但都未能获得有力的信息支持。同时，也有人私下议论该案与当时引起社会恐慌的奥姆真理教一系列事件有关。案发仅数月后，奥姆真理教制造了松本沙林事件，新兴宗教团体的恶性犯罪让社会震惊不已。一些媒体报道称，有信息显示川村曾去过东京都高井户的某宗教设施，还有证词表明他在案发前与宗教人士发生过纠纷，但警方否认了这些信息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就在案件调查陷入焦灼时，一个更大的悲剧降临了。4月26日，中华航空140号班机在名古屋机场坠毁，造成264人遇难。这起惨剧迅速占据了全国媒体的头条，使得分尸案的报道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尽管警方仍在暗中追查，但始终未能突破关键性证据的瓶颈。随着时光流逝，案件相关人员渐渐对此讳莫如深。最终，在2009年4月23日，这起骇人听闻的分尸案因达到公诉时效而被正式封存。这起案件终于成为一个未解之谜，深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虽然井之头公园分尸案在2009年因公诉时效而被正式封存，但寻求真相的愿望从未在人们心中消散。电视台和杂志持续关注这桩悬案，互联网上也不断有人热议案情细节。就在案件似乎即将被时光尘封之际，2015年，一个意外的证言让这起21年前的悬案重新引发关注。这个证言来自一位当时在吉祥寺站周边管理流动摊贩的男子。这名男子称，案发当时他与一个外国人组织有纠纷，生命受到威胁。由于他与川村在相貌、体格、年龄等方面极其相似，他认为川村可能是被误认为是自己而遭到杀害。男子证实，在案发前，他曾在他和川村经常出现的吉祥寺站周边多次被人误认为是川村而搭话。他还表示，当时因为被外国人组织追杀，他一直在东京市区的酒店间辗转，并刻意避开吉祥寺周边地区。如果这名男子的证言属实，那么川村就是被卷入了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事件而遭到杀害。然而，并没有客观证据可以证实这名男子的证言。警方也表示，仅凭这个证言很难重启调查。井之头公园碎尸案的真相仍然深埋在那个春天的迷雾之中。